1937年7月的上海，虹口华界与公共租界的交界线旁，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岗哨比往常增加了1倍。穿着土黄色军装的日军士兵端着380步枪，刺刀在盛夏的阳光下泛着冷光。自1932年128淞沪事变结束后，这片土地就笼罩在一份不平等协定的阴影里。中国军队不得在安亭以东区域驻军，而日军却在虹口、杨树浦一带站稳了脚跟。3000名精锐海军陆战队如同蝎子扎进了上海的核心地带。彼时的上海市民还不知道，1个月后，这座远东最繁华的都会将沦为血肉横飞的战场。这份阴影的源头是1932年5月签订的上海停战协定。当时国民政府军队战败后，被迫接受了苛刻条款，不仅撤出上海市区及周边防御阵地，还承诺不得在安亭至昆山一线以东驻扎正规部队。与之相对，日军获得了在上海市区、吴淞口等地的驻兵权。此后5年间，日军以保护侨民为名，在虹口四川北路修建了海军司令部大楼。这座外墙厚达1米，窗户装有防弹玻璃的建筑，成了名副其实的超级要塞。大楼周边还散布着80余个明暗碉堡，机枪射口隐蔽在街道、房屋甚至树木之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防御体系。国民政府从未放弃夺回上海的计划，从1932年起，就在苏州、无锡、常熟一带秘密修建国防工事。钢筋混凝土构筑的碉堡战壕沿着京沪铁路线延伸，只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便要重新掌控这座经济命脉之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以士兵失踪为借口，向中国驻军发起进攻，随后迅速占领北平与天津。这场事变彻底打破了中日之间的脆弱平衡，也让上海的战略地位愈发凸显。对日本而言，上海是中国的经济心脏，这里集中了全国50%以上的近代工业，80%的外贸交易额以及几乎所有外资银行的在华总部。拿下上海，既能掐断中国的经济供给，又能通过控制长江入海口，切断中国沿海与内地的联系，最终逼迫国民政府投降。但日本军政内部对进攻上海的态度并不统一，海军与陆军的矛盾在此刻彻底爆发。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在卢沟桥事变后，立刻从台湾返回上海，向东京大本营提交报告，要求立即出兵上海，并建议从华北抽调5个陆军师团协助作战。而日本陆军却坚持华北优先战略，认为应集中兵力占领华北平原，再逐步南下，对海军的提议明确反对。双方在大本营会议上争执不休。在这场争论中，时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提出了不同意见。作为9·18事变的主要策划者，石原莞尔对中国战场有着更深远的考量。他在内部会议中指出，中国历史上始终存在南北分治的格局，历朝历代要么依托北方力量控制南方，要么凭借南方资源抗衡北方。若日本同时进攻中国南北两地，将迫使中国形成统一的抗日战线，失去潜在的合作者。他主张日本应先稳固对中国东北的统治，利用20年时间消化东北的资源，再以东北为基地，逐步向中国内地渗透。同时，他认为应利用国共两党的矛盾，扶持亲日势力，避免直接与中国全民为敌，更要避免激怒英美等国，保持表面上的恭顺。然而，此时的日本已被军国主义情绪裹挟，陆军中下级军官普遍主张速战速决。石原莞尔的理性分析被斥为保守怯懦，他的战略主张最终被大本营否决。中国方面，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后迅速做出反应。7月8日，他急电正在青岛视察的张治中，命其即刻返回南京，接任京沪警备司令，全面负责上海及周边地区的防务。张治中是国民革命军内部少有的对日强硬派将领，曾参与过1·28事变中的防御作战，对上海的地形与日军部署有着深入了解。抵达南京后，张治中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3项紧急预案。第一项是调动中央军第2师独立旅，全员化妆成上海保安团，携带轻型武器秘密进驻虹桥机场与龙华机场，控制上海的空中门户，防止日军从空中突袭。第二项是发表告京沪民众书，通过报纸、广播向上海市民公开声明，强调国家已至亡族灭种边缘，唯有抗战方能图存，以此动员民众支持抗日。第3项也是最关键的一项，是封锁长江下游航道，调集海军舰艇与炮台，阻止驻扎在武汉的日军军舰及海军陆战队沿长江东下增援上海日军。然而，张治中的周密计划却因一名内奸的泄密而功亏一篑。当时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的黄俊，早已被日本情报机构策反，成为潜伏在国民政府核心部门的间谍。他通过职务便利获取了张治中封锁长江的详细计划后，
连夜将情报传递给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再由领事馆转报东京大本营与上海日军司令部。驻扎在武汉的日本海军第11战队接到情报后，立即下令所属军舰紧急起航，沿着长江周尾兼程赶赴上海，最终成功突破了中国军队的预想防线，与上海日军会合。此时的蒋介石对局势仍抱有一定的乐观判断，他依据情报部门提供的日军兵力数据分析，日本全国仅有17个常备师团，其中6个师团分别驻守朝鲜、台湾、琉球及日本本土，可用于对华作战的兵力最多不超过10个师团。而截至1937年7月底，日军已在华北地区部署了9个师团。蒋介石认为，日军若要增援上海，必须从华北抽调兵力，这将导致华北日军力量削弱，不符合日军华北优先的战略。基于这一判断，蒋介石最初并未向上海大规模增兵，而是寄望于通过局部抵抗，迫使英美等国出面调停，遏制日本的侵略势头。当张治中在南京司令部反复核查部队调动清单，确保化妆后的第20独立旅顺利进驻虹桥机场时，上海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兵营内，一场秘密动员正在进行。日本海军陆战队上海特别陆战队中队长大山永夫正在宿舍内烧毁自己的书籍、信件等私人物品，他对着随身携带的武士刀鞠躬，口中默念着以身殉国的誓言。这位被日军视为忠勇典范的军官，即将执行一项旨在挑起全面冲突的任务。一场精心策划的冲突已在上海的空气中悄然酝酿，只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便会引爆这场改变中国抗战进程的大会战。1937年8月9日下午3时许，上海虹桥机场周边的空气格外闷热，机场外围的铁丝网旁，2名国军哨兵正沿着巡逻路线行走，他们隶属于国民革命军上海保安总团，手中握着制式步枪，目光警惕地扫视着过往车辆。此时，一辆悬挂日本海军陆战队牌照的军用吉普车突然从虹桥路方向疾驰而来，车速极快，扬起的尘土在路面上拖出长长的灰线。驾车的是日本海军陆战队上海特别陆战队中队长大山永夫，副驾驶座上坐着他的司机斋藤耀藏，两人均身着全套日军军装。大山永夫腰间挎着军刀，车窗玻璃半降，能清晰看到他紧绷的面部表情。当吉普车逼近机场铁丝网时，国军哨兵立即举起手势，高声喊道：“停车检查！”但车辆丝毫没有减速的迹象，反而加速冲向机场大门。哨兵见状再次警告，可大山永夫却拔出军刀，对着哨兵挥舞，示意其让开。在反复警告无效后，国军哨兵果断开枪，第一枪击中吉普车的轮胎，车辆失控偏向路边。随后2声枪响，大山永夫与斋藤耀藏当场被击毙。这起后来被称为虹桥机场事件的冲突，并非偶然。事后从大山永夫的遗物中发现，他出发前已将个人书籍信件全部烧毁，随身携带的日记最后一页写道：“今日以身殉国，为帝国尽忠。”其蓄意挑起冲突的意图不言而喻。事件发生后，上海市政府立即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展开交涉。日本方面不仅没有承认大山永夫擅自闯入军事禁区的过错，反而倒打一耙，声称日军官兵在上海境内遭到中国军队非法袭击，要求中国方面立即撤出虹桥机场及周边所有驻军，并允许日军进入机场调查。与此同时，日本海军陆战队迅速进入戒备状态，虹口、杨树浦一带的日军碉堡全部架设机枪，黄浦江面上的日军军舰也升起战斗旗帜，局势瞬间紧张到极点。8月10日，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上，陆军省与海军省达成临时共识，同意出兵上海，组建上海派遣军，由曾参与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退役陆军大将松井石根担任司令。该派遣军初期下辖第3师团与第11师团，这2个师团均为日本陆军常备师团，配备有重型火炮、坦克及航空兵支援，战斗力极强。但为了给部队集结与运输争取时间，日本方面继续对中国施展外交拖延术，一方面通过驻上海领事馆向国民政府提出撤军、道歉赔偿3项无理要求，另一方面游说英美法等国出面调停，企图让中国在谈判中妥协，为日军增援创造条件。此时，上海市区的日军实际兵力仅有3000人左右，主要是海军陆战队，虽依托防御工事占据优势，但面对中国军队的正规部队，仍难以长期抵抗。国民政府早已识破日本的拖延计谋。8月11日晚，蒋介石在南京陆军总司令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正式下达歼灭上海日军的命令。时任京沪警备司令的张治中接到命令后立即行动，将沪宁铁路公路上的所有民用火车
汽车全部征用为军用，优先运输作战部队。驻守苏州的第87师师长王敬久与驻守无锡的第88师师长孙元良，作为中央军的德协调整师，是当时中国军队的精锐力量。这两支部队士兵均配备德国 M1935 钢盔、毛瑟 98K 步枪，每个步兵营下辖一个机枪连，装备捷克式轻机枪与马克沁重机枪，还配有迫击炮排，火力在国内部队中堪称顶尖。接到命令后，两师官兵连夜集结，乘坐火车、汽车向上海疾驰，于8月12日深夜全部抵达预定位置。87师进驻外滩至闸北一线，88师进驻八字桥至吴淞口一带，与先期化妆进驻虹桥、龙华机场的第2师独立旅配合，形成了对上海市区日军的合围态势。8月12日晚，张治中向南京发电，请求在8月13日拂晓发起总攻。在他看来，此时日军援军尚未抵达，中国军队已完成合围，正是歼灭市区日军的最佳时机。然而，南京方面却传回了蒋介石的回复，不准进攻，等待命令。这一决定的背后，是英美法三国驻华公使的介入。8月12日当天，三国公使联名拜访国民政府行政院，以保护上海租界内侨民生命财产安全为由，要求中国军队暂缓进攻，并提议中日双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蒋介石此时仍对国际调停抱有幻想。9·18事变以来，国民政府多次寄望于国际联盟及列强干预，但均以失败告终。国联调查团在东北调查1年后，仅发表一份承认日本侵略的报告，未采取任何制裁措施。华北事变后，英美虽口头反对日本扩张，却始终不愿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即便如此，蒋介石仍认为，此次上海战事涉及列强在华核心利益，或许能促使其采取实质性行动，因此决定暂停进攻，等待调停结果。8月13日清晨5时许，闸北八字桥附近的日军阵地突然响起枪声，驻守此处的日本海军陆战队通过侦察发现了国军88师的部署，率先向88师前沿阵地开火，密集的机枪子弹扫向国军战壕，88师官兵当即予以还击，迫击炮、重机枪相继开火，八字桥一带瞬间陷入枪炮声中。随后，外滩、吴淞口等地的日军也纷纷向国军发起进攻，淞沪会战正式爆发。接到前线交火的报告后，张治中立即下令中国空军出动。当天上午，76架中国空军战机从杭州笕桥、南京明故宫等机场起飞，分批轰炸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惠山码头物资仓库及黄浦江面上的日军军舰。尽管由于飞行员实战经验不足，未能命中敌舰，且误炸了租界内的英国海军司令部，但这场空袭打破了日军空中不可战胜的神话。而在地面，87师、88师的官兵已跃出战壕，向着日军的碉堡与据点发起冲锋，一场注定惨烈的拉锯战就此拉开序幕。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正式打响。当天，中国空军出动76架次战机，轰炸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惠山码头物资仓库及黄浦江日舰。因飞行员多为首次实战，投弹精度不足，未命中敌舰，仅误炸租界内英国海军司令部，所幸无伤亡。此举激怒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长谷川晴，他下令轰炸上海周边机场，却在次日遭遇挫败。8月14日凌晨，杭州笕桥机场响起警报，日军18架战机来袭，中国空军第4大队大队长高志航率部升空迎战，最终击落重伤日机各2架，自身无一损失，取得814空战大捷。消息传至南京，蒋介石十分激动，地面战场同样激烈。第87师、第88师向日军据点猛攻，第88师264旅少将旅长黄梅兴率部冲向闸北至虹口的八字桥，面对日军碉堡的密集扫射，3次冲锋未果后，他亲率残余士兵发起第4次冲锋，途中被日军炮弹击中，壮烈牺牲，成为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殉国的第1位将军。其部下被奋推进至东江湾路，距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仅数百米，却接到蒋介石暂停进攻的命令。原来8月13日下午，英美代表以波及租界引发国际纠纷为由，要求国军停止强攻租界附近日军据点。蒋介石仍寄望国际调停，担心逼急日军断了调停可能，遂强令部队停攻。这一停也是2天，日军趁机从旅顺、青岛调派2400名海军陆战队补充据点，原本濒临崩溃的日军重新稳住阵脚。8月18日，张治中终于等到继续进攻的命令，但日军已加固工事，新增重武器。更致命的是，日本陆军增援部队正火速向上海开进，中国军队速歼日军的计划彻底落空。
当第87师士兵再次冲锋时，敌人火力已比此前猛烈1倍，子弹打在钢盔上叮当作响，士兵们只能趴在地上，眼睁睁看着战友接连倒下。张治中在指挥部急得团团转，他清楚日军登陆部队已逼近黄浦江，后续战斗将更艰难。8月23日清晨，黄浦江面雾气未散，日军登陆艇的铁锚咣当砸在狮子林附近滩涂。日本陆军第11师团善通4师团士兵端着刺刀冲上岸，几乎同时，吴淞口也出现日军登陆艇。第3师团名古屋师团先头部队奋力向岸上攀爬，他们的目标直指上海密门罗店。罗店位于沪太公路要冲，一边连上海市区，一边通太仓，一旦失守，上海对外运输线将中断一半。张治中得知日军登陆时，正前往第87师师部，日军持续轰炸炸毁了所有电话线路，他只能骑着自行车，顶着炮火向江湾疾驰，车轮碾过弹坑，汗水混着尘土滑落，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守住罗店。抵达江湾后，张治中立即下令第87师彭山率领的第11师、夏楚中率领的第98师全部北上罗店，趁日军立足未稳发起突袭。第11师33旅66团最先抵达，刚占领阵地便遭遇日军进攻，双方在阵外稻田展开血战，日军飞机空中轰炸，军舰江面炮击，国军士兵只能躲在战壕里，待日军逼近，再用刺刀拼杀。8月25日，日军逼近罗店镇中心，第67师201旅旅长蔡炳炎亲自率预备队从侧翼反击，他手持手枪冲在最前，喊着跟我杀，却被日军子弹击中胸膛，倒在地上的蔡炳炎临死前仍紧抓士兵的手，嘱咐守住罗店，或追赠陆军中将，成为淞沪会战中第2位殉国的高级将领。失去指挥官的国军仍守住了罗店外围，但日军很快调来重炮，将罗店炸成一片火海。8月28日，日军趁火势冲入镇内展开巷战，国军德械师擅长野战却不熟悉巷战，士兵们在断壁残垣中与日军逐街逐屋争夺，至中午时分，罗店最终失守。与此同时，宝山县城迎来生死考验。9月5日，日本第3师团主力在海空火力掩护下，向宝山发起总攻，守军是第98师583团第3营，仅600余人。营长姚子清深知宝山重要性，对士兵们说，我们死在这里，也要守住宝山。一旦宝山失守，吴淞口与罗店的日军将连成一片。日军进攻一波猛过一波，飞机轰炸后是军舰炮击，炮击过后坦克冲锋，姚子清率部打退10多次进攻，战壕里积满尸体与鲜血。9月6日凌晨，日军投放燃烧弹、硫磺弹，宝山城内燃起熊熊大火，日军坦克趁机冲入，姚子清拔出刺刀喊着跟日军拼了，带领残余士兵冲锋，战斗持续至夜晚，全营600余名官兵无一人投降，全部壮烈牺牲。毛泽东后来在演讲中专门称赞姚子清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宝山陷落后，日军形成 L 型防线包围罗店，国军负责左翼作战的陈诚不得不取消第4次反攻罗店计划，下令全军后撤。至9月底，国军与日军在流行一带形成对峙，胡宗南率领的第1军采用昼彻夜反战术，白天边打边撤，夜晚反攻夺回阵地，虽将日军拖得筋疲力尽，自身也付出惨重代价。第1师营长及以下官兵伤亡达 80%， 第78师营长全部阵亡。站在流行的战壕里，国军士兵望着远处的日军阵地，心中清楚这场仗远未结束，日军增援仍在向上海集结，而中国的地方部队川军、桂军、湘军这些穿着不同军装的士兵正从全国各地赶来，即将在上海战场上续写更悲壮的抗争篇章。1937年10月初，淞沪会战进入白热化阶段，中国军队的防线逐渐向运枣帮一带收缩，各地援军相继奔赴前线，用热血抵御日军攻势。10月6日，上海东吴寺附近的公路上，一支身着单衣的部队正赶赴前线，他们的步枪是20世纪20年代的汉阳造，部分枪托已开裂，背包里装着炒米、咸菜等干粮，脚上的布鞋沾满污泥。这是杨森率领的川军第2师军，这支部队从四川步行1个多月才抵达上海。此时东吴寺战斗正激烈，日军第9师团士兵躲在碉堡内用重机枪扫射，中国军队的进攻屡次被打退。杨森望着阵地对士兵们说，咱们川军来上海就是为了打鬼子，今天就算死在这也不能丢四川人的脸。当天下午，川军发起进攻，日军未料到会突然出现一支穿单衣的部队，一时慌乱，前沿阵地被川军冲垮，
但很快日军调来重炮与迫击炮，对着川军阵地猛轰。杨森立即下令趁日军调整装备时冲锋，川军士兵端着刺刀，高呼杀鬼子，冲向日军阵地。双方在战壕内展开白刃战，川军大刀比日军刺刀更长，一番血战迫使日军撤退。然而日军退至安全距离后再度炮击，川军反复冲锋4、5次，才最终守住顿悟寺阵地。至10月16日，原本8000人的川军第20军已伤亡殆尽，仅剩数百人。川军之后，桂军精锐也驰援而来。10月中旬，姚磊率领的桂军第21集团军抵达运枣帮南岸，下辖第7军与第48军，士兵多为能打硬仗的广西子弟。为配合桂军反攻，蒋介石调来了第2、3、4师16炮兵团及中央炮兵学校训练队，集中了当时前线几乎所有炮兵力量。桂军刚发起进攻，便遭遇日军第3师团，日军火炮密度远超预期，炮弹如雨点般落在桂军阵地。10月22日，双方展开对攻，桂军士兵冒着炮火冲锋，运枣帮河水被鲜血染红。23日，日军竟使用黄绿色毒气攻击桂军阵地，士兵们没有防毒面具，只能用毛巾蘸水捂住口鼻，仍有大量人员倒下。第7军510旅旅长庞汉珍见士兵被毒气熏倒，抓起步枪冲锋，未跑几步便被日军子弹击中牺牲。511旅旅长秦林也在冲锋中殉国，二人成为淞沪会战中第5、6位殉国的将军。桂军虽重创日军第9师团，自身也伤亡惨重，被迫转入防守。与此同时，湘军陶峙岳率领的第8师也在运枣帮一带血战，该部装备比川军更差，使用的步枪更为老旧，且欧重武器，却硬生生阻击日军4天。8000人的部队最终仅剩700人。师长陶峙岳向上级发电请求补充弹药，还能打，请再给我们派点弹药。但上级考虑到部队已濒临覆灭，只能下令撤退。在运枣帮、走马塘一带，中国军队每日伤亡接近5000人，换算下来每小时有208人倒下，每分钟就有3人牺牲。士兵们踏上战场便知可能活不过当天，有的在冲锋前将家书交给战友托付，要是我死了，帮我寄回家。有的中弹后仍爬向日军阵地，用最后力气扔出一颗手榴弹。10月下旬，运枣帮防线愈发危急，日军增援不断抵达，中国军队伤亡持续扩大。蒋介石深知必须守住上海市区西大门大厂，大厂卡在京沪铁路线上，一旦失守，日军可直接攻入上海市区，还会切断中国军队补给线。但此时前线兵力已极度匮乏，桂军、川军、湘军均遭重创，中央军德协师也伤亡过半，只能依靠临时调来的部队防守。10月26日，日军第3、9、101师团将大厂团团围住，决定淞沪会战命运的大厂保卫战打响。日军从清晨开始进攻，先用飞机轰炸，军舰炮击，再派坦克冲锋。中国军队士兵躲在临时工事内，用步枪和手榴弹还击。部分工事被坦克碾平后，士兵们便抱着炸药包钻到坦克底下与敌人同归于尽。日军占领部分街道后，士兵们又从房屋中冲出，用刺刀将敌人赶退。战斗持续3天，大厂镇沦为一片焦土，中国军队伤亡不断增加，最终无力抵挡。10月29日，大厂陷落。大厂失守后，上海市区直接暴露在日军面前。蒋介石下令国军主力撤至苏州和南岸以避日军锋芒，但他随后改变主意，决定留一支部队在闸北驻守四行仓库，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抗日决心，实则希望通过这场战斗争取即将召开的9国会议支持。四行仓库是上海4家银行的总部大楼，高6层，墙厚1米多，还带有地下室，是天然的防御堡垒。更重要的是，仓库紧邻外国租界，英美法记者可亲眼见证战斗。88师师长孙元良坚决反对这一决定，现在留一支部队在闸北就是送命。但蒋介石态度坚决，孙元良只能妥协，最终决定留下一个加强营。524团副团长谢晋元主动请战，率领452名士兵进驻四行仓库，为迷惑日军，对外号称800壮士。10月27日，日军发现四行仓库内的中国军队后立即发起进攻。谢晋元早已做好准备，仓库窗户被封堵，仅留射击孔，地下室被改造成医院救治伤员，士兵们分成小组在各楼层布防。日军第一次进攻很快被打退，留下数十具尸体。接下来4天里，日军先后发起6次进攻，动用重炮轰击、坦克冲锋，甚至派遣敢死队爬墙，均被800壮士击退。仓库外的上海市民隔着苏州河为士兵们呐喊助威，部分市民还冒着炮火将馒头、饮用水扔过河去。
租界内的外国记者用相机记录下战斗场景，将800壮士的事迹传遍全世界。10月30日，谢晋元接到撤退命令，撤入租界。此时4行仓库已濒临断粮断水，士兵们伤亡37人。谢晋元望着身边的士兵与远处的日军阵地，咬牙下令撤退。当800壮士撤入租界时，上海市民夹道欢迎，有人哭着高呼谢谢你们，却无人知晓这些士兵即将面临更凄惨的结局。4行仓库战斗结束后，上海的危机并未解除，日军已渡过苏州河向市区推进。更危险的是，日军另一支部队已在金山卫登陆，正从南边包抄中国军队。此前的有序撤退，很快将演变为一场溃退。1937年11月5日凌晨，上海金山卫海滩一片寂静，只有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守军第62师的士兵们正在战壕里打盹，他们不曾想到，数万日军已在夜色中悄然准备登陆。骤然间，照明弹升空，将海滩照得如同白昼。日军士兵从登陆艇中跃出，端着刺刀向阵地冲锋。第62师兵力匮乏且装备落后，仓促应战下，防线很快被突破。师长陶柳急电求援，可国军主力都集中在苏州河一带，根本抽不出兵力驰援。消息传至南京，蒋介石彻夜难眠。陈诚、张发奎当即建议将主力撤往芜湖，依托当地预先修建的国防工事抵御日军。但蒋介石却寄望于即将在比利时召开的9国会议，坚持再守3天。他认为，只要中国军队仍在上海抵抗，西方列强就会出手援助。就是这3天，将中国军队推向了绝境。日军在金山卫站稳脚跟后，迅速向松江推进。松江是上海的南大门，一旦丢失，国军就会陷入日军南北夹击的困境。11月6日，东北军第67军军长吴克仁率部驰援松江，接到的命令是死守3天。吴克仁清楚，这是一场绝命战。他将部队分为3路，分别防守松江的东、南、西3门。日军的进攻异常凶猛，飞机轰炸、大炮轰击不断，松江城里的房屋一栋栋倒塌。第67军的士兵们抱着必死的决心，在街巷中与日军拼杀。军参谋长、第107师参谋长及2名旅长先后阵亡，士兵伤亡过半，却依然守住了松江。11月8日夜晚，3天的防守期限已到。吴克仁下令部队撤退，可当部队转移至白鹤岗时，遭到了日军便衣队的偷袭。吴克仁手持手枪还击，不幸中弹阵亡。他是淞沪会战中第13位殉国的将军，也是会战中唯一阵亡的军长。松江陷落，上海的防线彻底崩溃。11月9日，大厂被日军彻底占领，国军的指挥系统开始陷入混乱。蒋介石此时才下令撤退，可此时的部队早已失去控制，几十万大军涌向沪宁县。有的部队找不到指挥官，有的士兵丢弃武器，只能跟着人流奔逃。胡宗南的司令部遭到日军小股部队突破，警卫连士兵全员战死，他只得孤身突围。薛岳所乘汽车被日军追击扫射，司机与卫兵不幸牺牲，他被迫跳入河中，才侥幸保住性命。混乱之中，仍有将士坚守阵地。第58师第174旅旅长吴继广，在青浦与日军血战4昼夜，最终中弹阵亡，成为淞沪会战中第14位殉国的将军。11月12日下午，日军占领上海南市，他们在南市的城楼上升起太阳旗，上海彻底沦陷。从8月13日至11月12日，这场被称为东方凡尔登的淞沪会战，历经整整3个月，终于落下帷幕。彼时的上海，街道上遍布废墟与尸体，市民们哭着寻找亲人，有的士兵躺在地上，再也无法醒来。黄浦江面上，日军的军舰四处游弋，炮口直指这座残破的城市。所有人都清楚，上海虽然丢了，但中国的抗战才刚刚开始。11月13日清晨，上海外滩的江风里，夹杂着硝烟与血腥的味道。曾经繁华的南京路，此刻只剩下断壁残垣。和平饭店门口的时钟停在了昨日下午4点半，那正是日军占领南市的时间。这场持续3个月的会战，留下了一连串沉重的数字。中国军队伤亡达33万人，14位将军殉国。日军自称伤亡4万人，但据史料考证，其实际伤亡超过9万人。对中国而言，淞沪会战是一场惨胜，虽然丢失了上海，却彻底打破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日军原本以为拿下上海就能逼迫国民政府投降，却没料到中国军队会拼到最后一兵一卒。更重要的是，这3个月的时间，为沿海地区的工业内迁争取了宝贵机会。上海、南京等地的200多家工厂
带着机器设备陆续前往西南、西北地区，为后续的持久抗战保留了重要的工业基础。这场会战也留下了诸多深刻教训。蒋介石过度依赖国际调停，多次延误战机。8月12日，部队错失拂晓进攻的有利时机。8月13日后，又2次暂停进攻。11月，再次因等待9国会议而延误撤退。他将10几万士兵的生命赌在了列强的同情上。可最终，9国会议只发表了一份口头谴责，既未派一兵一卒，也未给予1分钱援助。这一结果彻底印证了弱国无外交的残酷现实，指挥系统的混乱，也让中国军队付出了惨痛代价。最初负责指挥的张治中，因战事受阻被降职，后被迫辞职。陈诚接手指挥后，蒋介石又直接干预具体部署，将上海战场的部队划分为3路大军，还任命与中央军协同不畅的冯玉祥担任名义上的总司令。这种混乱的指挥架构导致部队间协同失灵，有时作战命令刚刚下达，日军的进攻就已经发起。最令人难忘的还是那些殉国的将士。黄梅兴在率部冲锋时腹部中弹，仍高声呼喊继续冲。姚子青率领600名士兵驻守宝山，最终全营殉国。谢晋元率800壮士驻守四行仓库，以400余人的兵力挡住日军6次进攻。吴克仁、吴继光等将领也都血洒疆场，为国捐躯。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队，有的是中央军，有的是川军、桂军、东北军。可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们都选择了用生命捍卫国家领土。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继续向南京推进，却发现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并未被打垮。从上海撤退的士兵补充弹药后，再次投入新的战斗。西南西北的地方部队也陆续开往前线，甚至连此前与国民党军队打了10年内战的红军，也已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华北、华中抗日前线。全国抗日的共识，在淞沪会战的血泊中，终于凝聚在了一起。